我现在在怡保的 Banjaran Hot Spring 这边，所以今天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的 Media Drive 媒体试驾活动。那刚才我已经从这个小阿浪的总部出发，开到了怡保这边，接下来我还要去槟城，所以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Hybrid 混合动力版本的 Corolla Cross。首先它的售价是137千左右，就是比这个汽油版的贵了几千块。当然，不同的是，因为它有一个可以提供71 horsepower 和163 Nm 的电动马达，再加上那个1.8 L的自然进气引擎，可以提供97 horsepower 和142 Nm， 所以是汽油加电动马达一起combine在一起，形成一个混合动力的系统。那就我自己刚才在路上开了这一段时间过后，我觉得这辆车子确实是比1.8自然进气引擎来的安静，在加速的时候也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贴背感。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就订阅我的频道 ，and let's move on。这个车子我大概在9个月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介绍过了，不过那个时候是CBU from Thailand 从泰国整装进口的汽油版本。那现在这个就是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Hybrid 版本，所以它的引擎输出是只有97 horsepower 和142 Nm， 是比那个1.8，它也是1.8啦，不过它比那个纯汽油的输出很多输出降低很多。那主要是因为它的电动马达能够提供额外的71个 horsepower， 再加上163的 Nm。当然，我们讲这个电动马达跟引擎它并不是直接加的 ，OK， 所以它不是它不是这个71再加97 horsepower， 它不是这样来加的，所以综合输出下来它是121个 horsepower， 还是比这个汽油版的少。然后虽然电动马达可以提供这个163 Nm 的 instant torque， 根据我们刚才这样子加嘞，我觉得这辆车子它还是以省油以 economy 就是比较经济为主。当然，因为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其实怎么讲，对于这种绿色减碳然后这种东西不太有概念啊，所以你看像另外一家品牌的这个车子当他们在宣传Hybrid 的时候，他要用它可以有253 Nm可以割掉 Camry 来宣传，它是没有错啦这样讲。不过 Hybrid 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有力，并不是在于你可以很快的割车这样子。那我觉得相比较之下，可能你要强调 Turbo、Diesel， 可能才是比较好去强调它可以割车。好像我现在在 Highway 驾车这个都是双管齐下啦，就是电动马达跟引擎共同去 push 它。我不会觉得说它比1.8的有力还是怎样，就驾起来是比较顺。因为 Hybrid 也好 ，Plug-in Hybrid 也好，其实在 Highway 来讲是不太能够发挥到它的作用了，因为你是基本上你是一直在输出，你很少有机会 break， 你很少有机会给它回收那个能量。所以当我收油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透过这个电子仪表板看到，现在它是用引擎空转的这个扭力，把能量回收到在后方座椅下方的 battery， 所以这个时候它是在 regenerate 这个 energy 给它的 battery， 就是在 charge 啦。当然你要 charge 快一点的话，就是打 brake， 它就会 charge 更多这样子。所以这个 hybrid 其实要强调的东西就是在于它的不浪费你懂吗？我自己觉得啦，因为 hybrid 很多人会强调它有很大的扭力，它可以纯电动模式行驶等等。不过我觉得不浪费才是重点，因为你每天你加一辆汽油车、柴油车、turbo 车、自然进气引擎的车子，你每一下在踩 brake， 基本上都是浪费掉的啦。OK， 可是 hybrid 的车子你就会不要浪费你每一次踩 brake， 每一次收油。这几年来我们都看到 Toyota Malaysia 一直处于没有 hybrid 车子可以卖的情况。像我记得我刚刚拿到来证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卖到很多的是 Toyota Prius， 这个后来 Camry 也有出 Hybrid， 还有 Toyota Prius C， 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政府对这种 Hybrid 车子亮绿灯的时候，就是不抽税啦。对，那个时候是可以讲是 UNW Toyota 的 Hybrid 黄金时期直到后来政府进一步的收紧这个必须要 CKD 的 Hybrid 车子才可以享有税务豁免之后，Toyota 就一直处于一直只能再卖一些引擎比较旧、没有 hybrid 的款式，直到这个 Corolla Cross 因为是一个 SUV， 是一个 crossover SUV， 目前市场上接受度比较高的车型，
他们才敢敢的在 Bukit Raja 这边 CKD 本地组装这个 Corolla Cross。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UNW Toyota 终于能够大声的去 promote 它的 Hybrid 了。然后 UNW Toyota 也为这辆车子提供了8年的 warranty。不只是 battery 还包括它的 inverter、它的 ECU 电板等等，都是有给它这个warranty 的，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很骄傲的说，可以比同级的竞争对手来的更加的有信心啦。要怎么辨别这个是 Hybrid 版本的 Corolla Cross 呢？非常简单，它的 logo 这边呢，整个就是 Toyota 最新的这种混合动力版本的 logo， 所以它就有蓝色的边框，就让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相对节能、相对减碳的一个Toyota车型。再来，这个 LED 大灯下面这边也用了蓝色的这个底，所以就让你从车头 logo 跟大灯就能够辨别出这个是跟 1.8 自然进气有很大的不同。Corolla Cross 是基于Toyota集团的 TNGA-C 平台而打造，也就是跟 Lexus UX 还有之前的 CHR 相同的平台，所以轴距同样是2640mm，属于一个 C segment 等级，不过它的价位又可以达到一些 B segment SUV 这样子。但最重要的是这个 Hybrid 版本呢，它就用了18寸的轮圈，就是比汽油版的17寸大了1寸，然后上面有这种黑色的这个roof rail 车顶架。除了车头之外呢，车尾这边一样有 Hybrid 的这个名牌，然后 logo 也是有蓝色的底在里面当然这个颜色是只有 Hybrid 专属的配色。然后它有没有 Power Tailgate？ OK， 所以这个 CKD 本地组装版本的 Corolla Cross 同样是有 Power Tailgate， 我们就按下去 button。一般上讲到 Hybrid 混合动力的车子大家最关心的是它会不会牺牲掉行李箱空间来容纳它的电池，降低它的实用性。可是因为这个 Corolla Cross 它很巧妙的把电池组放在座椅的下方，所以行李箱空间同样维持在440厘车，而且你打开的话，它下面是还有这个 spare 打压的 ，OK。那就空间来讲，我觉得跟汽油版呢基本上是没有分别，头部空间还是一个拳头，要翘脚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椅子的 design 会让到你有很足够的空间，而且地板隆起来的地方也没有太高。然后因为这个美中不足的呢，就是它后面是用 torsion beam 非独立悬挂，而不是像可能一些国家用的是4轮驱动版本，它就有这个multi-link 的多连杆。所以马来西亚版本呢，就是 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就是它跟 CHR 最大的差别。然后椅子的话可以倾斜，然后你打开的话一样有这个60/40分离倾倒功能 ，OK。然后这边一样有这个扶手。那我相信在看着这支 video 的你，可能已经是现在 Corolla Cross 的车主因为这辆车子真的是太好卖了，真的是超好卖，也是 UNW Toyota 在马来西亚一个最怎么讲最畅销的 SUV 了啦。值得注意的是，后排冷气出风口下方2个 USB 2.1 的接口，现在换成了 USB Type-C 的接口，而且 Hybrid 版本的座椅下方多了一个通风口，主要是利用车内的空调来冷却底下的电池组。这个在马来西亚组装的 Corolla Cross Hybrid 当车子没有启动的时候，它跟汽油版的 Corolla Cross 基本上你分辨不出来，你只可以从它的按钮，因为这边有 EV Mode， 还有 Drive Mode 的按钮，然后它的 Start Stop Button 这边是蓝色的底，然后嘎背是有蓝色的缝线，还有告诉你这个是一个 Hybrid 车子 ，right， 然后一样是皮革座椅，然后这个是手动的。OK， 然后这边是电动座椅 ，Steering 一样有 Telescopic， 有拉出来、推进去、上下这样子都可以调整的 ，right？ 所以我们就启动一下引擎。OK， 现在引擎已经启动了，可是为什么你没有听到引擎的声音呢？因为它是一个混合动力车款，所以它有电动马达在辅助车子的各种的系统等等啦，所以这个也就是跟汽油版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你红青灯、红绿灯走走停停的时候。你不需要劳驾到你的引擎，你可以用电池组来应付你的各种的东西。那同样这个荧幕一样是，虽然还是一个类似电视机的东西，不过它是非常的大寸，它不会再像 RAV4 那个这样子啦，它比 RAV4 的好看，而且像素也更加的轻，有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然后这个车子，OK， 现在引擎启动了 ，right， 因为它的电池已经不够力了，然后它标配是6个 speaker。Right，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牙箱这边呢，它是 PRNDB 多了一个 B， 因为它是 eCVT 的变速箱，而不是传统的那种 CVT 啦。所以整体上
呀，我大概讲完了，因为它真的就跟汽油版的只是多几样东西，当然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你驾驶的时候。所以讲回这辆车子的行驶方面啊，因为它把电池放在了车子的座椅的下方，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在走小路的时候，你可以 feel 到车子的重心更加的低。I mean TNGA 这个平台本身重心都比较低的，我最早开过 CHR， 到这个 Corolla Cross， 再到 UX 这个 Hybrid 的电池组，就进一步的让它这个 SUV 开起来没有这么像 SUV。当然，在这辆车子 launch 的这9个月、10个月，经常都会有观众留言说问，Torsion Beam 会不会比 Multilink 差很多？我讲没有差别，一定是骗人的啦。所以我觉得它很 depends on 你的路况。如果你是走 highway， 你的 road condition OK， 它没有这样弹跳，你没有过陡的话，你不会说 feel 到有天差地远。所以我觉得 overall 这辆车子就今天这样子驾下来，我不会觉得说有非常非常 impressed 啦。它可能不是可能啊，它肯定比这个 Honda HR-V 好。但是如果你要拿它的同级别真正对的，就是 CX-30 嘛，不能 CX-30 还是会比它来的优秀。不过 CX-30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CX-30 的空间是完全没有办法跟它来，后排的腿部空间、头部空间、行李箱空间。当然，这个 Corolla Cross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有一套非常齐全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像当你不小心动到线的时候，它会硬生生的警示你，再跟你熬回来。你要打星呢，你才可以过去。当然，最大的分别就是之前从泰国 CBU 的那3000辆的Adaptive Cruise Control。它是没有全速域的，这个就是有 Stop and Go 了的，就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1.8V 和 1.8 Hybrid 都有全速域的自动巡航系统才有。当然我们讲到这个长途行驶 Highway 高速行驶，还没有。因为它是这个18寸的轮胎225/50R18用的是 Toyo Process CR1 轮胎 OK， 高速切换车道的话 OK， 你会 feel 到车子它比较 firm， 比较四平八稳这样子。那因为它采用的是 ECVT 的变速箱， ECVT 其实它只是借用了这个CVT 的名称，它也不是传统的 CVT 来的啦。所以你在 Gear 这边呢，它是不会像这个汽油版这样子有那种传统的模式，所以它的 D 下面就是 B 了。所以当你从 D 推去 B 过后呢，你会感觉到车子的它充电的能量会比较快，就是它的 brake 会锁到比较紧，就是说你的这个 regenerating 的这个动力会比较强。除此之外，在这个 B 模式底下，你一踩油，你会 feel 到这个引擎跟电动马达结合的贴背感 ，OK， 所以相反，你回去最普通的 D， 你再踩油，它的动力就会姗姗来迟，有一点好像 turbo lag 这样子啦。所以我现在这个时候呢，车子是处于 EV mode， 就是纯电动模式，你可以听到车子多么的安静。基本上只有轮胎的声音、路面的噪音跟窗外的一点风声。隔壁的车，现在时速是50啊，可以。所以如果你要一直维持在 EV mode 你的黄金右脚必须要很小心、很 behave、很收敛。你一下没有了，不了 ，OK， 红绿灯停了。在你等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它应该可以打鼾一个红绿灯因为不像那种 iStop 你知道。然后不管是什么牌子的 iStop 它都顶多30秒罢了咯，除非你不要开 aircon 不过在马来西亚基本上是不可能不开 aircon 的嘛，所以我现在就等时间过了，我要看它到底几时它的 engine 会醒来。A few minutes later， 这个还不要打鼾一个 OK， 走了，一个 EV mode， 我不能了，因为刚刚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已经消耗掉它的 battery 了，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这个EV mode。你不能够用这个
PHEV 或者是 Electric Vehicle 的标准去衡量它，它毕竟还是一个以汽油引擎为主，那这个电动马达只是作为辅助、作为 assist 的作用罢了。所以你必须要 give and take 啦 ，OK， 就是它尽可能的在汽油车跟电动车在跟 PHEV 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样子。那对于未来可能要使用电动车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就你可以透过这辆车子开始去熟悉这个汽油引擎跟电动马达他们操作的他们的个性是怎样子的差异啦。看。